时事热点、新闻观察，在这里每天一个犀利观点，带您感受大国看世界。在开始之前，麻烦您点击订阅按钮和小铃铛。中欧投资协定签署后，从大洋彼岸传来的酸味越来越浓。在近日接受采访时，人类公敌蓬佩奥声称，中欧投资协定是一项脆弱的协议，它未能保护欧洲工人免受共产党的剥削。这是蓬佩奥的老套路，就是用人权作为工具，刻意炒作意识形态的差异，试图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拉拢盟友对付中国。这和他此前妄图重启新冷战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。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，有记者询问中国对此事的看法，发言人华春莹直接反问：中欧投资协定不能保护欧洲工人，难道美国向欧洲加征的关税就能保护欧洲工人？一针见血，干脆利落。这个反问直接跳出了问题中的预设语境，直接点出中国、美国对待欧洲截然不同的政策。中国追求平等合作，通过谈判达成协定；美国强横霸道，不断挥舞关税大棒，逼迫盟友妥协。除了别有用心、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政客，普通人都能看出二者的区别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中欧投资协定到底是不是脆弱的协议？关于这个问题，华解是这么说：中欧双方经过7年达成一份平衡、高水平、互利共赢的投资协定，为中欧相互投资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、更高水平的营商环境、更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更光明的合作前景。什么是互利共赢？什么是更大的市场准入、更高水平的营商环境、更光明的合作前景？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，美国在华企业心里最清楚，他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没说错。2020年9月，上海美国商会和普华永道联合发布报告，调查的对象是数百家美国在华企业。结果显示，超过90%的受访企业不会撤离中国市场，超过75%的企业不会将生产中心迁出中国。与此同时，只有约4%的企业表示会迁回美国。他们不愿意迁出中国的理由就是赚到了钱，而这得益于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光明的发展前景等因素。国与国之间基于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关系最为稳固。在中欧投资协定中，双方都为对方提供更好的条件，时间越久，利益捆绑越深，协定自然也越稳固。事实上，在中欧投资协定签署之前，中国已经正式超越美国，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，欧盟也是中国第2大贸易伙伴。对中国来说，和欧盟的合作还有助于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的一个难题，即地区发展不平衡。改革开放之后，东南沿海地区借助地理优势，经济快速发展，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。东南沿海省份海运成本低，对进出口贸易企业吸引力特别大。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后，中国更加重视陆路运输的国际贸易，其中中欧班列是最典型的成功案例。2020年，经阿拉山口站进出境中欧班列达5027列，同比增长41.8%；经霍尔果斯站进出境中欧班列达4652列，同比增长37%。交通问题解决后，会有更多企业愿意在中西部设厂，创造就业，推动中西部经济发展。亚欧大陆陆路贸易的快速发展，则会让美国处境变得十分尴尬，因为它离得太远了。全球的主要经济体，除了美国，基本都在亚欧大陆及其周边。中国、欧盟、日本、韩国、东盟，甚至包括印度。毫无疑问，未来的国际贸易将会更多发生在亚欧大陆，而美元霸权终究要依托国际贸易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军事力量在亚欧大陆的辐射力显然范围更广。未来一段时间，中国东西部的平衡发展与美元霸权的逐步削弱将会同步进行。不动一兵一卒，追求平等、互利、合作，手段堂堂正正，为中国人的集体智慧点赞。